嗨，大家好。今天起得稍微早了一点啊，吃了早餐，现在大概是9点来钟。看看外面啊，已经阳光灿烂。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现在是33度啊，但是1个小时以后呢，可能就是35度了。真是让人倒吸一口冷气啊！但是呢，今天就是特地啊，想要避开中午最热的时候，所以呢，既然已经决定了，还是要打算出来骑行一下。现在呢，已经在19街上了。刚刚有个大坡，还是一如既往的爬不上来，是推上来的。最近应该还在暑假的期间吧，所以村内呢有很多年轻人，特别是那种初中生、高中生啊，骑行的很多。就以前没留意啊，现在发现这些男孩啊，主要是以男孩为主吧，他们都非常热衷于骑行。而且他们应该是家人给他们买的这种单车嘛，大部分都是那种运动款的，有点像公路赛车那种啊。就骑满的也是那种山地车。总之就是为了运动而设计的一些自行车。所以呢，现在这些孩子们条件要好了很多，包括一些其他的运动器材，我相信应该都是一样吧，就都可以去入手，以支持自己的兴趣爱好。虽然老实讲，现在中国的初中生，尤其是高中生呢，面对很大的升学的压力，要过5关斩6将，完成一项又一项的考试，不是在去往考试的路上嘛，就是在家里准备各种模拟的试卷。总之，中国的高考，有人把它说成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但是呢，面对众多的人口和有限的，当然我指的是那些知名的高等学府，就这些升学的机会，考入知名大学的机会呢，就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样，就还是非常的艰难。所以这也催生着
更多的家庭啊，把目光呢放到了海外。那么北美、欧洲，尤其是讲英语的这些国家，那种大学呢，成了很多人青睐的目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现在中国的一些中学其实有很多，包括那种非常知名的中学，它都会有一种所谓的国际班啊，其实就是为了要让那些希望走一个捷径或者另辟蹊径啊，去到海外去通过留学深造的这批人设置的这些用英文来授课、考 SAT、通过托福、雅思等等这样的培训，那使得这些学生呢，将来可以跟国内啊那种高考生同样，他们也可以升到一个甚至是世界上比较知名的大学里面去深造。就这是这些年来啊，慢慢涌现出来很多这样的学校、培训机构啊。当然，之前的中国的知名的培训的学校，像新东方，就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啊，这个可能并不是国家主导的一个方向。就总之呢，大潮流来讲啊，还是更多的是走高考的独木桥。谢谢。说的话呢，我就提出了天湖居这个侧门了。虽然呢，今天明知天气比较热，但是趁着上午的时段，在还能接受的气温底下，还是骑到了村外啊。现在呢，来到了莲花大道上，去走一段山路，看看今天能不能从虞山西路那边进到大夫山的南门，从那边呢骑回祈福新村去。说真的啊，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气温，按理说并不适合出来骑行锻炼，因为毕竟还是有中暑的危险性，尤其是不适合做长距离的骑行。
一鼓作气呢，爬上了这段路最大的一个坡。经过了好多个半山的鱼塘，现在向鱼山西路骑下去。有时候想想你看这些田间的正在劳作的那些农民他们真的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为了他们的1亩3分地，就不断的辛勤的劳动着。即便是这样烈日底下，绝对不是干1个小时就算完事，应该挥洒比我们多的汗水。所以想到这呢，就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太矫情，更必须呢拿出更多的勇气去面对这样的天气，因为我们也就是骑个1个来小时而已这样的天气呢应该是难不倒我们的。需要的呢是一种信念和逐渐养成的习惯就是你到了这个点呢，有一种自我驱动，就是想到外面去骑行一下，当然也要兼顾一下严酷的天气状况等等。比方说要是下雨了，那就不安全那么太阳如果超过了35、6度，我觉得可能情况还是避一避吧，尽可能找一个相对来讲气温没那么高的时段。今天本以为出来比较早，以为在30度以内谁知道其实现在气温体感来讲34、35度是应该有了。现在呢，我已经骑到了鱼山西路上了。
前方呢就是大夫山的南门了。前方呢就是大夫山森林公园的南门。今天呢我也不做过多的左顾右盼，也不留连太多，就直接骑到公园里面去。看来公园里面游客其实并不少啊，应该都是趁早来的吧。哦，自行车呢只能往这里拐了。大夫山公园呢分为人行的步道，还有就是这条专用的骑行道，但这个骑行道呢还是有很多上坡下坡的地方。好在这边有阴凉。你要记得刹车。看来很多学生做志愿者，拿着各种清理垃圾的工具啊，在这边清理街上、绿地上、河边的这种垃圾。我觉得现在孩子更有爱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被爱的更多、更具体，所以他们呢也会发自内心的想要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去回馈别人、回报社会啊，这是一种正能量。看来我又骑错了路，干脆到这边来拐个弯吧。这个就是大夫山公园里面的几个水库啊，几个人工湖之一吧。
一不小心呢骑错了路啊，就这边回程路很多路都很相似啊，很容易搞错。天气太热啊，
我不得不在山顶的一个水库，叫七盏灯水库边上休息了片刻。前方貌似还有一段上坡道啊。现在我从南北主路拐到了这条叫西线路上。
终于进入下坡道了。今天呢，还是有点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啊，尤其是在这种酷热的高温天气底下，还是没有想到体力消耗有那么大，不得不在爬坡时候呢推一推，到了坡顶呢休息一下。但我觉得这也是识时务的做法。从这边走呢，就可以近距离的看看这些荷花啊。你看，左侧开了很多的荷花呀。哇，已经盛夏时节了，你看这个荷花，大部分都开了又败，很多都结成了莲子了，但是还是有一些莲花在满开的状态。这个莲花池还是很漂亮啊，你看多漂亮，可惜我这个镜头没办法拉近啊。天气太热了，所以在路上呢，有时候得找一些点休息一下，就近的看看荷花，心情呢会更加愉悦，身体呢也会得到一些休息。好，我们继续往前骑。大众广播那个，一会儿经常不是。原本骑大夫山呢，骑过很多次，状态好的时候呢，都是一口气爬上坡。但今天呢，也可能在莲花大道上已经消耗了不少体力，所以呢，上到一个大坡就有点爬不动了。右侧还是有一片莲池。
好，现在呢，我骑出大夫山森林公园的北门。真没想到啊，上午10点来钟的太阳已经那么猛了，而且几乎是完全没有遮蔽的状态。
看到这里有 7-Eleven 了，来去点可乐吧。好了，今天的骑行呢就告一段落吧。谢谢大家观赏，再见，拜拜。